我死了，是窝囊死的，老公出轨，婆婆不喜，娘家无靠，被离婚赶出家门，因为没有工作，毫无收入，年仅4岁的儿子被判给婆家，没几年就被教育成了熊孩子，女儿跟着我被赶出了家。懂事的她为了不给我增加负担，身体难受也一直强忍着。等我发现她高烧不退，急忙送医时，已经无力回天了。浑浑噩噩的给女儿办完丧事，我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活在这人世间。所以当那辆卡车怒吼着冲向我的时候，我竟然笑出来了。安兰图，你终于解脱了。再醒来，看到明媚铺满房间的阳光时，我有一瞬间的恍神。女儿还在睡梦中，呼吸平稳绵长。我拿起手机确认了一下时间，果然我重生了。重生在第一次发现周佳明外遇的早晨。此时我还怀着7个月的身孕，我下意识地抬手摸上肚子。前世我被周佳明和他妈的不要脸气得发狂，导致早产，儿子出生就进了保育箱，待了将近1个多月才保住了性命。婆婆一直骂我是丧门星，连母乳都喂不了的废物，只会给他儿子增加负担。儿子早产，身体本就弱，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病倒。周佳明万事不管，回家就钻到自己的屋子里看直播玩游戏。婆婆每天出门打麻将，回来就对我冷嘲热讽。我父亲早逝，母亲跟着哥哥生活，哥嫂嫌弃母亲累赘，更嫌弃我不能搭手帮忙，早就和我断了联系。我没有工作，收入为零，每日在家照顾孩子，做饭打扫，偶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都会被吓一跳。回忆还未过半，儿子在肚子里或许感受到我的情绪，不安地翻腾起来，我才惊觉泪水早已流了满脸。都说世上永无后悔药，但天道却给了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既然如此，为了孩子们，为了我自己，这一次我绝不能再做窝囊废。早上7点半，我正在给女儿热牛奶，手机微信叮咚一声来了信息，我手里拿着手抓饼，装模作样的喊周佳明，老公，帮我看下，一大早谁给我发信息？周佳明刚从厕所出来，腿麻了，正一瘸一拐地往餐桌旁边坐。我早就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了，他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咣当一声巨响，周佳明抓着我手机猛地站起来了。我余光瞟到他的动作，心里只觉得好笑，一手安抚着肚子里的儿子，一手给锅里的手抓饼翻面。怎么了这是？没什么，就是条垃圾信息，我给你删了呀。周佳明有点慌乱，心虚的都结巴了。我混作不觉，答应了一声，继续做着早饭。我当然知道这是谁的信息，前世就是这个叫曲淼淼的一条微信，揭开了我噩梦的篇章。直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个混乱的早晨，尖叫声、咒骂声、砸桌摔椅、歇斯底里。而这一切的因，只是曲淼淼的一张自拍，只不过他身后就是沉睡着的周佳明。照片里他娇媚可人，唇红齿白，微微嘟着嘴，露出一点点小白牙，闭了一个小爱心。裸露的肩头和昏暗的灯光让整张照片的气氛暧昧又性感。他以侵入者的姿态来向我示威。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的他也已经怀了孩子，但周佳明迟迟不肯与我离婚，他着急了才会主动发起进攻。这些垃圾短信真是没完没了的，真烦人！你小点动静啊，妈昨天打麻将玩得太晚了，还睡着呢。我把手抓饼放到他面前，自然而然地拿回来手机，果然曲淼淼的信息已经被删了。周佳明还把曲淼淼直接拉进了我的黑名单里。周佳明见我没有起疑，只顾着高兴，根本发觉不了我眼里的冷硬恨意。我看着埋头吃饼的男人，真恨不得直接用手里的平底锅一锅底拍死他，但是不行，现在还不行，我必须要忍耐。至少此时此刻的我没有躺在120的救护车里，我儿子还安安稳稳地待在我的肚子里，我还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个男人付出他应有的代价。我约了邓平乐在咖啡厅碰面，他工作虽忙，却依然一口答应了我的邀约。时值春日，咖啡厅给每个桌子上都放了一束桃枝，桃枝上自有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我倒的稍微早了一些，回忆就着苦涩的咖啡一起冲进了我的身体里。我和平乐是高中同学，又一起考入了大学。他性格开朗大方，有个好家庭，父母和睦，哥哥对他也十分爱护。我和他做了10几年的好友，多次受到来自他和他家庭的照拂，先是感激，后来就变了味。我第一次察觉到自己内心的龌龊，是因为邓平乐从一开始就讨厌周佳明，他对我永远坦诚，在得知我和周佳明交往密切时，就已然发出警告，说周佳明虽然看起来正直有理，但他多次见到周佳明和别的女生纠缠不清，并不是什么良配。而我只觉得他在嫉妒我，我从他的反对里品出了一丝得胜的骄傲，觉得他是嫉妒我先一步得到了爱情。而且周佳明在学院还算是个小风云人物，我甚至还恶劣地想过，邓平乐会不会也对周佳明有好感。随着我和周佳明关系的突飞猛进，平乐从盛怒到平静，也许他看透了我的卑劣且不知悔改，于是慢慢地抽离了我的生活。前世我早产的时候，娘家无一人来看护，只有邓平乐冷着脸，每日挤出时间来给我送汤送饭，还给我请了护工。周佳明和他妈感觉出来邓平乐对他们的敌意和鄙视，时常对他冷嘲热讽。那么高傲清冷的邓平乐却始终充耳不闻，忍下了所有的恶言恶语。等我出了月子，孩子情况稳定的时候，平乐找了个时机和我长谈一次，认真的劝我离婚。但是彼时的我却只觉得荒唐，觉得我和周佳明才是家人，认为邓平乐是看不起我，看不起我的婚姻，觉得他越了边界。插手我的家里事，平乐见我冥顽不灵，终于伤透了心，彻底放任我自生自灭。后来他事业愈加红火，遇到了和他志同意合的同路人，日子过得幸福又美好。我死掉的时候，大雨倾盆，连尸身都无人收敛，却是邓平乐又一次出现，扶着我年迈的母亲，给了我最后的体面。你怎么哭了？周佳明那混账又干什么了？平乐的清冷的声音一下把我拉回现实，娇小的他扎着一个高马尾，看起来还像个学生一样。再一次看到平乐站在我面前，看着他娇俏的眉眼已经染上了一层慌乱的怒意，我控制不住，一把将他抱住，头埋进他的怀里，大哭了起来。
哭我的愚蠢，哭他的不值得，哭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居然还得到了再来一次的机会，能哭出来也挺好的。等我止住哭，平乐坐在我身旁，一边笑一边给我擦眼泪，哭得太狠了，一时间止不住抽噎。我瞪他一眼，跟着就笑起来，好像一下子那么多年堵塞的杂物猛地被冲得一干二净，我们又回到了最亲密的学生时期，再无不可明说的晦涩隐秘的障碍。平乐，对不起，我拉着他的手，认认真真的说，平乐挑了挑眉，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我一圈，怎么好像一下子通透了呢？我的兔子终于长大了。平乐，我想要离婚，我需要你的帮助。对平乐，我不需要再有任何遮掩。我靠！邓平乐惊叹道：“有生之年系列啊，我居然能等到你说这句话！快，给我签个字据，别等明天就又恋爱脑回归，清醒脑又被偷了。”我被他逗得直笑，两人又玩闹了一会儿，才总算停住。平乐仔细听我说了以后的打算，然后帮我分析了主次，麻利的帮我约好律师。最后分别的时候，他欣慰的感叹：“孩子终于长大了，度过了叛逆期，放心吧，孩子懂事了，以后您老就等着享福吧。”我拍着肚子跟他打包票，两个人笑成一团，心情好得不得了。周佳明一连好几天都半夜才回家。我用小号在曲淼淼的微博里看到了他的耀武扬威，但是没关系，我忙着和律师联系，整理各种资料。房子是周佳明在婚前付的首付，我们婚后共同还款，但钱都是从周佳明的银行卡转出的。周佳明说我们情比金坚，他爱我如命，现在改户名麻烦又费钱。他搂着我说不要让金钱玷污了我们的爱情，我就相信了，甚至再也不提和钱有关的事情。我想让周佳明觉得安蓝图是不一样的，和那些只认物质的女孩不一样。后来一地鸡毛我才醒转，只想狂抽自己几个耳光，但那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对抗的资本。前世离婚的时候我才知道，房子早就被周佳明过户到了他妈妈的名下，资产大多都被转移干净，我只落了个每个月800的抚养费。就这样，他们还经常拖着不肯给。想起每一次我去要钱时候那3个人的嘴脸，我都恨得全身发抖，牙根咬碎。肚子里的宝宝感受到我情绪的波动，不安地踢了我2脚。我赶紧安抚着摸摸肚子，从回忆回到现实。女儿睡在我旁边，但睡得并不踏实，小小的眉头紧蹙着，不知道做了什么不开心的梦。女儿才只有5岁，还在上幼儿园，却已经比同龄人懂事。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里，她像小太阳一样温暖着我，支持着我，从不抱怨自己没有新衣服，没有零花钱。在我不停忙碌的日日夜夜，小小年纪的她就开始学会照顾自己，甚至来照顾我，从无怨言。她太能忍耐，感染上病毒之后，身体已经难受到极致，还硬挺着不想给我添麻烦。最后小小一缕魂散入生死道。明明是我连累了女儿，我抬手摸摸她的小脸，她像只小猫一样蹭到我怀里，我紧紧地搂住她。想起刚才律师告诉我，孕期离婚，肚子里的孩子基本都会被判给母亲，但我也不能保证周佳明和婆婆不会用女儿来要挟我。2个孩子我都得想办法带走，这样的话，曲淼淼就是我计划里很重要的一环。婆婆每天都打麻将到半夜才回家，一觉睡到11点才起床，等着我给她做好饭。吃完待一会就又打扮得妖妖娆娆的出门。我以前嫌烦，都尽量避免和她有正面接触，但现在不同了，婆婆和周佳明都极其重男轻女，而我就要让他们自食苦果。我挑着婆婆起床后洗漱的时间，在客厅里摘豆角。她见到我在，果然耐不住性子，一屁股坐到我对面，想挑我的刺。没等她开口，我就说道：“妈，我以前听你说起过，老家那边有个挺灵的神仙奶奶。”对呀，之前生小云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你还嫌我封建迷信，你们年轻人哦，什么都不懂，人家那是有大能耐的人，要不是我们同村，我又惯会做人，人家才不肯给你看呢。婆婆一边说，一边连瞪了我好几眼，烫卷的头发还没来得及打理，整个人就像一头怒发冲冠的母狮子。我忍不住想笑，妈，那时候我还年轻不是，现在该生老2了。我昨天好像做到了胎梦，是个小男孩在一棵大桃树下喊我妈妈，我现在心里也有点开始犯嘀咕了，毕竟佳明那么想要个男孩，我也不想让他失望。哦哟，那桃子开花还是结果子的。果然，婆婆顾不上挑我刺，一下子被这个话题吸引住了。应该是开花，满满的一束桃花，我都能闻到香味。我低垂着眼，偷偷看了她2眼，声音也渐渐地带上了一丝不安，手里的豆角都快被我掰成碎末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胎梦都是反着来的，男孩就对着女孩，又是满树桃花。婆婆看我肚子的眼神已经不善，哎呦，我这老周家是要绝后了呀！妈，您先别急。现在管控去医院不让看性别，您之前说那个神婆那么灵，要不我装作强颜欢笑的样子，咬住嘴唇，期待地看着她，行吧？婆婆没好气地说道，你等着，我现在就去联系人家，明天是周6，正好让佳明开车带咱们一起回去。成了，嫦娥，敌军已顺利入局，恳请你方做好接应工作，月兔，已收到指示，请组织尽管放心，我方已穿透敌方防线，完成渗透工作，期待明日凯旋归来，与亲共贺。得到平乐的回信，我对明天一下就期待起来了。晚上吃点好的，养精蓄锐，准备好好演戏。周佳明一直到早上才回来，肯定是为了安抚曲淼淼，努力了一整夜。我殷勤地给他准备好了咖啡和3明治。婆婆也破天荒的早起床了，看来果然子嗣问题很重要啊。抱歉啊，佳明，你加班了通宵，还得陪我回老家。没事。周佳明讶异地看了我一眼，那个什么神仙真的那么准吗？毕竟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周佳明虽然尊重他妈妈，但还是提出了异议。准？怎么不准？我跟你说，咱们那10里8乡的，哪一个生娃不得让神仙去看一眼？就说你大姨家、二姨家，还有你老姑家，人家基本都看准了，而且神仙很有先得的，如果不准，分文不收。
婆婆神秘兮兮的，又骄傲又自豪，好像她是神仙一样。我心底冷笑，1/2的几率，算准的家庭几乎都会再给一笔事后答谢费，不准的只退定金，这生意只赚不赔呀。周佳明一向听他妈妈的，女儿我提前拜托给了平乐，一路无话。老家离市里不算远，车程不到2个小时，我们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到了神仙家里，没多等，就有人把我们引进了里屋。神仙示意我坐下，先问了我生辰八字、怀孕的具体时间，然后就对着我的肚子神神叨叨的念了半天。周佳明几次忍不住想插嘴，都被我婆婆给拉了回去，让她安生待着，生怕她冲突了神仙做法。很好，婆婆越对神仙深信不疑，对我越有利。神仙念叨完，眉头紧锁，神色沉重地坐了回去。神仙奶奶，您看出来了？婆婆半弓着身子，满怀尊敬，小心翼翼地问：“看出来了，看得真的。”神仙半闭着眼，故作高深：“快给孝敬！”婆婆推了周佳明一把，价格是事前已经了解的，神仙只要现金。周佳明不情不愿地掏出了2000元，递到神仙手里。收到了钱，神仙终于肯开尊口了：“女孩啥？”婆婆和周佳明一下子跳起来：“怎么又是个女的？神仙奶奶，你看她肚子尖尖，从后面看一点都不显肚，还喜欢吃酸的，怎么可能是女的？”婆婆瞪着眼着急道：“要不再给仔细看看，别是看错了。”周佳明也说道：“一会功夫就花掉2000块，够他肉疼好久的。当然，如果是给曲淼淼花，他肯定眼睛都不眨。”我冷冷地看着这个男人，曾经他也对我温柔，因为我说想吃一家草莓泡芙，就骑车花费大半天，穿越半个城给我买回来。我每次生理期肚子疼得厉害，他就每个月都提前哄我喝红糖水，给我准备好暖宝宝。春日他带我穿越花海树林，夏日一起去过海边看落日余晖，秋日我们一起踏过香山红叶，冬日在雪地里，他拥我入怀，在耳边絮絮说着爱我。眼泪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充满了眼眶，看着面前现在这个因为神仙说肚子里的孩子是女孩就急得跳脚的男人，那些美好的回忆冷结如冰，被封入永无光明的黑暗。眼泪和神伤很配合现在的场景，最终我们仨是被神仙助手给赶出来的。我最后感激地看了神仙奶奶一眼，她给了我一个了然的眼神。回程的路上自不用说，婆婆的破口大骂给了我不用言语的空间，我已经身披盔甲，那些污言秽语再也不能伤我分毫。前世每次被婆婆臭骂都能让我痛哭好几天，周佳明只会一味偏向婆婆，在她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里，我被慢慢的腐蚀，每日内耗，最终失去了自我，成了人他们欺辱的窝囊废。回家后，我装作难过，独自钻回卧室，留下婆婆和周佳明母子俩去好好密谋，然后打开微博发了一条动态，神仙说肚子里的宝宝又是女孩，我该怎么办？没多久，我就看到曲淼淼的小号给我点了个赞，然后评论说姐姐加油，男孩女孩都很可爱哒。这个叫水青青的小号长期给我评论点赞，直到前世我有次被赶出家门，曲淼淼才笑着告诉我，安蓝图，你真的好可怜啊，老公不要你，儿子不跟你，闺蜜不理你，你好不容易以为微博上有个知己姐妹对不对？告诉你，那是我的小号，是我为了看你的可怜样专门建的，谁知道你那么蠢，不光没看出来任何不对，还真拿我当姐妹了，哈哈。我闭了闭眼，然后回复水青青，可是我婆家都想要个儿子，是我没用，生不出儿子。水青青有一阵没回，过了好一阵，她才又问我，那个神仙奶奶说的真的那么准吗？我回，真的特别准，至少我婆婆和老公都很相信她。没一会，评论的信息就来了，神仙奶奶说你婆婆又联系她了，让她明天再劳累一次啊。看来周佳明果然跟他妈摊牌了曲淼淼的存在，而想要孙子想到疯魔的老太太只觉得他儿子有本事，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我回评乐跟神仙奶奶说，约定不变，这次喊给他2倍的价钱。评乐没问题，评乐等我离婚以后，钱我一定会还你，还有谢谢你。评乐给我回了一个翻白眼的眼神，有意是双向的。我知道评乐不会在意借我的这些钱，但是我得有保证有担当，情谊不能被单方面的消耗，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尤其是评乐对我不只是友情，还有恩情。还有2个多月，孩子就要出生了，我得加快速度才行。下一步，我得想办法得到周佳明的出轨证据才行。周佳明心思缜密，微信上早就删得干干净净。我如果想突破，就只能从婆婆那边入手了。第2天，周佳明果然又出门了。我带着女儿去上辅导班，晚上回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婆婆眼角眉梢压不住的喜色。周佳明刚看到女儿的时候，脸上还略微带了些愧色，但很快就被喜气盖过去了。见到我们娘俩回来，婆婆忍不住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斜着眼看着我们，哟，还知道回来呀？娘俩在外面吃饱喝足了，丢自己男人和婆婆在家饿肚子，真不怕遭天谴。妈，你没去打麻将吗？我边脱鞋边示意女儿先回房间，不想让她听婆婆的污言秽语。打什么打？娶进来你这么一个丧门星，我老周家的好运气都被你给败光了，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我当初就不该同意让佳明娶你的。我们佳明长得又帅，学历又高，工作又好，这么些年养着你这个白眼狼，你为他做过什么？婆婆看着我的眼神已经充满了鄙视和怒火。我默默地看了一眼墙角藏好的监控，我深吸了一口气，做好了准备。妈，我当初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可比周佳明高得多。他刚来这个城市，半年多没有工作，是我一直养着他，就连这个房子的首付也是我帮他掏了10万才凑齐，更不用提装修和后续还贷，我都跟着一起承担了。那是你犯贱，上赶着想嫁给我们佳明，自己乐意掏钱，这房子有你的又怎么样？房本上有你的名字吗？我们佳明是个潜力股，以前赚的少点，现在赚的多呀，年薪50万呢，你比得上吗你？对，我是比不上，他能赚50万，我把这桌子吃了，你信不信？你当然不知道，佳明的工资都在我这呢，你以为自己算老几啊？我生的儿子不偏向我，还能偏向你了？说着就把手机拿出来朝我晃了晃，上面都是银行的转账记录。周佳明拉了拉他妈，示意别太高调，奈何老太太早就上了头，得意说道：“你怕什么？告诉他又能怎么样？打官司他有证据吗？”
安蓝图，我今天就告诉你，想跟我儿子过的女人多的是，排着队等我儿子离婚。要不是佳明心善，早就让你滚出去了。安蓝图，你今天吃了炮仗了吗？那是我妈，你怎么能这么对长辈说话？周佳明见他妈开始发疯，立刻过去扶住老太太。周佳明，你自己摸着良心说，这些年我为这个家牺牲了多少？你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从没有嫌弃过你。后来怀了宝宝，你花言巧语让我回归家庭，说要养我养孩子，我放弃大好前途，成了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里任劳任怨的照顾你。现在怀了老二，你说让接你妈过来减轻我的压力，照顾小云，结果呢？你妈妈天天出去打麻将，跟老头跳广场舞，管过我和小云一顿饭吗？安蓝图，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佳明就是太惯着你了，你自己在家里不修边幅，连我这么个老太太都有老头抢着要，你嫉妒吧？你不看看你那人老珠黄的样子，真拉低了我佳明的档次。好啊，我倒想知道周佳明是什么档次，配到什么样的姑娘才不算侮辱了他？想知道啊，我就给你看看。我婆婆已经吵上头了，嗖的一下就掏出了自己的手机，啪叽把一张照片甩到了我的面前。那是周佳明搂着曲淼淼开心的站在神仙家门口的合照，曲淼淼的一只手护着自己的肚子。我脸色骤变，一把抢过手机，声音颤抖往后退了几步，正好把照片显露给平板能照到的位置。我抬头冷冷地盯着那母子俩，厉声问：周佳明，你出轨了？这女人怀了你的孩子？周佳明被我的样子吓到，嗫嚅的说不出话，但我婆婆看到我的模样，却像只得胜的老母鸡。她高傲地昂着头笑道：怎么样，知道我儿子有多抢手了吧？今天我和佳明也带淼淼去看过神仙奶奶了，神仙奶奶说了，淼淼肚子里怀的一准是个男娃，瞧瞧人家肚子多争气，淼淼比我们佳明小7岁呢，又年轻又乖巧，你哪里比得过淼淼？好，我闭上眼，一滴泪滑落在脸上。周佳明，你好得很啊，你这是准备和我离婚，去找那个小妖精是吗？我伸手就想去打周佳明，但一个小小的身影却在此时炮弹一般冲了出来，直直地冲周佳明撞了过去。是小云，周佳明也没防住小云的这一撞，一下被顶到沙发边上，和我婆婆一起摔了个人仰马翻。小云人小，利索地翻起来跑到我身前，护住我，哭着喊道：你们都是坏人，你们欺负我妈妈。婆婆倒在地上，被摔得哎呦乱叫，破口大骂道：你这个讨债鬼，早知道你一出生就该掐死你，没毛的小丫头，离婚了你爸也不会要你，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周佳明忍着疼站起来，怒不可遏的就冲过来想要揍我。此时门一下打开了，平乐带着律师站在门前，正好拍到周佳明揪着我和小云打算施暴的场面。我抱着怀里颤抖着的女儿，平乐已经报了警，律师也控制住了周佳明和我婆婆两人。我婆婆还不知道厉害，大吵大闹，甚至警察来了都还出言不逊，最终被一起拎回了警局教育。我瘫在地上看着平乐傻乐，终于快要结束这一切了。离婚官司打得异常顺利，有律师的强力支援，周佳明出轨证据链确凿，外加婆婆大闹警局的案底，没有多久我就顺利拿到了判决书，我得到了2个孩子的抚养权。周佳明需要支付我每月5000元的抚养费，另外房子归周佳明，但他需要支付40万元给我作为补偿。我和律师走出法院的时候，正好碰到周佳明母子和曲淼淼，看着他们仨看着我的眼神都快要冒出火星了，我心里快意极了。周佳明，我只有一句忠告，抚养费记得按时给，不然我继续让你上法院。仔细想想你工作想不想要，房子要不要保住，理律的能力你们也体会过了，如果还想耍赖，没人会惯着你们。安蓝图，我真看不出来你居然是这样的毒妇，我就当破财免灾，早离开你这条毒蛇。周佳明，我是毒妇我承认，不过曲淼淼是不是贱妇我可就不知道了，最好查查 DNA， 不贵，以你的年薪支付得起。曲淼淼脸上一片慌乱，嚷了一句你胡说，就开始向周佳明自证清白。周佳明母子俩向来多疑，何况曲淼淼也并不干净，对付这种人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思想道德负担，但这些可都和我无关了。我看着走过来的平乐和小云，那才是我以后该关心的人。妈妈，你怎么买这么多钱的彩票啊？小云看着我手里的彩票，惊讶的嘴都合不拢了，因为妈妈有预知力呀，提前知道了中奖号码，你信不信？我逗着她说，切，我等着看你哭的样子。我可提醒你，咱们还欠着平乐阿姨好多钱呢。小人精撇了撇嘴，逗得我一把搂她进怀里亲了好几口。我那么着急想要早点离婚，除了肚子里的宝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手里这组号码了。前世买彩票是我唯一的消遣，而这一期我就差了2个数字和1等奖失之交臂。当时我气得夜不能寐，好几宿都没睡着。当时中了3000块，我还没拿到手，热乎几天就被婆婆以填补儿子住院费的名义要走了。所以这组号码和这个日期，我可是牢牢地记在了心里。重生归来第一件事就是记进了备忘录里。当然，我也没忘记把这组数字告诉平乐，但显然他把我重生什么的当成了一个故事，还一度怀疑我是不是得了精神分裂。后来在我不停的电话轰炸下，他才气呼呼地跑去买了一组数字。人家彩票站工作人员都以为他是受了什么胁迫，后来想到2块钱实在不至于。果然，等到开奖日，我提前就约好去了平乐家，平静地等他看完开奖数字之后的发疯表演，然后给他开了一瓶红酒，做了一桌好菜。我想，我得把我上一世的故事好好的讲给他听，道歉，然后道谢，顺便把我的奖金分他一半。毕竟是救过我命的女人，还傻了吧唧的不肯跟着我买多倍。再然后，我要买一个大房子给我和小云一个家，还要把母亲接过来孝敬。我要平平安安的生下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好好的教导他，让他成为一个品行正直端方的君子。我和平乐以后还会一起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事儿，曾经的苦痛终将成为过往，迎接我们的只有灿烂的温暖的未来。那个未来里不会再有周佳明的身影。全文完结。